他会武术，会算命，是100年来少有的精通山医命卜相武术的奇人。所谓武术，是指山术、医术、命术、卜术、相术5种传统技艺。山术指修道养生和堪舆风水，医术指中医药诊疗，命术即通过星象历法推算命运，卜术指占卜问卦之法，相术则是观人相貌、地理形势以断吉凶的学问。他曾预言自己59岁将有一场大劫，结果真的在59岁那年离开人世。他擅长用中医治疗癌症，救过无数病人，却没能躲过自己的劫数。他著书立说，弟子遍布世界，却有人说他是江湖骗子。他去世后，甚至有人怀疑他根本没死，而是看破天机后悄然隐退了。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？这个传奇人物就是倪海厦。1954年，倪海厦出生于台湾台北。据说就在他出生前后，倪家祖坟连续多日传出诡异的响声，搞得附近乡亲夜不能寐。家族长辈觉得不妙，便和族人一起打开了墓穴的石门。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，只见墓穴里一只通体金灿灿的麻雀正与一条硕大的鲤鱼缠斗，众人正看得惊诧，那金色麻雀忽地振翅飞走，消失在夜空，而大鲤鱼也遁入土丘，不见踪影。村民们将这座坟取名为金雀坟，把发现鲤鱼的那片土丘叫做鲤鱼港。这离奇的异兆震动了倪家，倪海厦的祖父认定这是吉兆，赶忙请来了10几位风水先生共同堪舆查勘。风水先生们结果惊喜地一致断言，倪家后辈必出一位名医。这个预言当时听来近乎神话，谁料多年后，倪海厦真的成为了一代名医，恰好印证了当初的传言。也许是自幼就被将来会出大名医这样的传说所包围，倪海厦从小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。他脑子灵光，精力旺盛，但对传统的校园教育并不感兴趣。小时候的倪海厦调皮好动，经常不写作业就偷偷跑到溪边钓鱼。他还是个漫画迷，特别喜欢叶宏甲先生笔下的诸葛四郎系列漫画，常常对着画册临摹练习线条。日积月累，倪海厦的绘画功底越来越扎实，以至于上中学后，他上课时随手就能在黑板上勾勒出惟妙惟肖的人体轮廓，把老师和同学都看呆了。虽然聪颖过人，但倪海厦终日贪玩，这可急坏了他的母亲。为了磨练孩子的性子，母亲索性带他去习练传统武术和气功。就这样，少年倪海厦跟着师傅学习了易筋经等功法，一招一式既强身健体，也让他开始接触中国古老的养生智慧。然而即便练武，倪海厦起初对医学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。直到上中学后期，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倪海厦的人生轨迹。当时倪海厦的二姐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痛苦难耐，但因为害羞不肯去医院就诊。这位机灵的姐姐于是另辟蹊径，花钱买来一套清朝御医吴谦编撰的医宗金鉴，直接丢给弟弟让他钻研，希望这个鬼点子特别多的弟弟真能替他减轻痛苦。倪海厦一开始也有些懵，但看着姐姐期待的目光，他还是咬牙答应试试看。就这样，他埋头钻研起这本厚厚的医宗金鉴，白天上课，晚上挑灯夜读，甚至连周末也泡在书堆里。他重点攻读了书中有关妇科的章节，反复研习达3个月之久，将各种理论和方剂烂熟于心。这期间，他也曾遇到不少晦涩难懂的古文和艰深药理，但他咬牙坚持，一一查阅资料弄明白。终于，倪海厦鼓起勇气，斗胆开出了一副药方。他壮着胆子跑去药房抓药，照书中的剂量煎好汤药，端到姐姐面前。姐姐半信半疑地喝下药汁，没想到服药后困扰她多年的痛经毛病竟奇迹般的好了大半。姐姐欣喜万分，家里人也对小海厦刮目相看，都说这孩子有当郎中的天分。尝到成功的滋味后，倪海厦既惊喜又自豪，信心大增。这件事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中医的种子。从那以后，他对祖国医学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。高中时，倪海厦立志报考台北知名的中医学院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考试前夕，他不幸遭遇严重车祸，腿骨撞断不说，在治疗时由于消毒不严，
他在输血过程中还感染上了肝炎病毒。突如其来的横祸令倪海厦不得不停下求学的脚步，在家休养了大半年。躺在病榻上的最初日子，倪海厦难免意志消沉，觉得命运跟自己开了个残酷的玩笑。但很快他收拾心情，反而更加发愤。他一边调理身体，一边广泛涉猎各类中医典籍，《伤寒杂病论》到《黄帝内经》都成为他的枕边读物。或许正因为有书相伴，他熬过了漫长的康复期，身体慢慢好转起来。然而耽误了1年后，他再次学院考试却依然落榜。无奈之下，他退而求其次，进入东吴大学攻读政治学系。大学念的是政治，倪海厦课余的心思却全扑在中医上。母亲见他如此痴迷，深知光靠闭门啃书还不够，更重要的是得到名师指点。在母亲的支持下，倪海厦大学毕业后开始四处拜师学艺，希望能得到真正中医大师的真传。就这样，倪海厦很快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贵人。倪海厦拜访的第一位名师是台湾赫赫有名的老中医周佐宇。周佐宇出身中医世家，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，学贯中西，对古典针灸造诣极深，自称一脉相承战国神医扁鹊的针法。更传奇的是，周佐宇据说还掌握一种失传已久的禁忌奇术——鬼门13针。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，平日收徒极为严苛，许多慕名而来的年轻医生都被他拒之门外。然而，当倪海厦出现在他面前时，周佐宇却眼前一亮，当即决定破例收下这个弟子。据说收徒那天，周佐宇还特意拷问了倪海厦几个医学问题，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对答如流。周佐宇当场赞叹这个年轻人悟性极佳，学中医日后必成大器。就这样，倪海厦正式开始跟随周佐宇学艺。初入师门时，倪海厦其实对针灸并不十分感兴趣，一度觉得银针扎人体这种疗法有些不靠谱。不过随着跟诊次数增多，他亲眼目睹师傅施针一次次起死回生，治好了许多重病患者，内心的疑虑这才烟消云散。他开始心悦诚服地投入针灸学习，对经络穴位钻研到废寝忘食。周佐宇发现倪海厦在中医方面天赋出众，每次讲解完一个理论，倪海厦都能触类旁通，甚至举一反三，想出新的点子。师傅见状十分高兴，将毕生珍藏的绝学鬼门13针也倾囊相授。然而不久之后，在一次抢救一名病入膏肓的重症患者时，倪海厦决定孤注一掷，用上了鬼门13针。谁料刺完几针后，他只觉眼前发黑，手心直冒冷汗，险些栽倒在地。患者虽然转危为安，倪海厦自己却因为元气大伤，大病了一场，休养许久才缓过来。这番经历令他对鬼门13针既敬又畏，他深刻体会到这等逆天改命的秘术稍有差池便会反噬自身。从那以后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他再也不敢轻易施展这套鬼针。在周佐宇之外，倪海厦随后还拜了一位针灸圣手徐继民为师。徐老先生针灸技术同样炉火纯青，为人低调淡泊。他将多年行医积累的秘方诀窍倾囊相授，让倪海厦在针术上更上一层楼。在两位名师的悉心导下，倪海厦的医术日益精进。为了增长见识，他还曾到基隆一家老字号中药行当学徒。当时药铺里坐堂的4位老中医，平时最大的爱好竟是聚在一起打麻将。倪海厦每日在一旁帮忙抓药端茶，耳朵却不闲着。他趁着师傅们打牌聊天之际，偷偷将他们讨论疑难杂症的经验牢牢记在心里，并在之后的行医中加以验证。这段独特的学徒生涯也令倪海厦受益匪浅。经过多年孜孜不倦的求学，倪海厦博采众长，终于学成出师。20多岁的他已掌握了深厚的中医功底和高超的针灸技术，正式开启了从医生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倪海厦在遍访名医的同时，也没有荒废他对术数玄学的兴趣。闲暇之余，他潜心自习易经、奇门遁甲等典籍，钻研八字命理和星象占卜。据说在东吴大学读书时，他结识了一位精通星象的道长，向其系统学习了紫微斗数的推演方法。这段经历为倪海厦后来运用命理特长埋下了伏笔。学成之后，
倪海厦很快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他服兵役时被派驻到台湾前线的马祖担任军医。在条件艰苦的马祖岛上，倪海厦为官兵和居民治好了许多疑难病症。据说一名伤兵全身严重感染，高烧昏迷，西医束手无策。倪海厦赶来，用几根银针扎进他的人中，合谷等穴。不久，那伤兵竟然退烧苏醒。还有一位旧伤复发、全身抽搐的军官，在倪海厦的草药汤剂调制下转危为安。像这样的救命奇迹，在马祖不胫而走。当时岛上医疗条件简陋，药物奇缺，倪海厦常常亲自上山采摘草药，用土方为伤员疗伤。他每天奔波于营区与村落，为无数需要帮助的人送去生的希望。连长官们都对这个年轻军医刮目相看。驻地记者甚至报道了他的事迹，称他为马祖神医。20几岁的倪海厦就此一举成名。服完兵役后不久，倪海厦移居美国继续行医。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创办了自己的汉唐中医诊所，不仅给当地病人看病，也专门接治那些被西医判了死刑的重症患者。据说许多癌症末期、肝肾衰竭的病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倪海厦，结果起死回生，创造了医学奇迹。例如，有位被医院判定只能存活3个月的癌症患者，经他诊治调理后，病情奇迹般好转，还又多活了好几年。久而久之，很多绝望的患者把他当作最后的希望。在倪海厦美国的汉唐诊所，每天也是门庭若市，诊室墙上挂满了康复患者赠送的锦旗和感谢信，他成为不少绝症病人的精神寄托。倪海厦对传统中医抱有极大的信心，自称是古方经方的现代继承人。他一向直言不讳地批评西医只治标不治本，认为大量使用抗生素和手术是在饮鸩止渴。这些言论备受争议，招来了不少质疑与非议。比如他甚至断言咖啡是强酸会导致胃癌，认为白血病都是吃西药吃出来的。然而那些亲眼见证过他疗效的人无不信服。为了培养新人，倪海厦还在美国创立了汉唐中医学院，亲自授课传道。他把平生所学倾囊相授给来自各地的学生。在他的悉心指导下，不少弟子医术大进，成为业界的佼佼者。倪海厦也因此在北美中医界声名远扬。2000年至2003年间，他曾获佛罗里达州州长任命，出任州针灸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，为中医药立法出力。2010年前后，倪海厦的事业版图又回到了亚洲。他先是在台北开设汉唐经方中医诊所，又到大陆深圳创办汉唐中医馆，并多次在两岸三地举办大型讲座和研讨会。每次演讲现场都是座无虚席，来自各地的听众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，他也因此广收门徒。可以说，此时的倪海厦已经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医名师。然而倪海厦不仅是一位妙手回春的中医师，他骨子里还是一位痴迷传统玄学的命理大师。行医之余，他从未放下对命理、风水等术数的钻研。他常说，中医讲求阴阳平衡，人与天地相应，这和算命看相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因此，他有时替患者诊病，也会看对方的面相手相，推测对方命中的灾病根源。同样地，当有人请他算命时，他也会顺带考察对方的居家风水和健康状况，给出更全面的忠告。这种医命相结合的独特理念，使他在圈内声名大振，许多商界巨贾和政界人物都慕名前来，既请他治病，也求他指点迷津。倪海厦算命的方式也十分独特，他批命时不靠计算机程序，也无需耗费大量时间推算，而是自制了一套星辰印章。每当有人报上生辰八字，他立刻取出刻好的印章，在纸上飞快地盖出紫微斗数的12宫格命盘。不消片刻，一个人一生的祸福轨迹便跃然纸上。接着倪海厦先看大运，再看流年，最后铁口直断，说出命中关键的吉凶转折，往往句句应验，令求测者叹服。据说倪海厦早年算命收费不菲，只要缴纳3000元新台币，便可让他批算终身运势。这在当年已是不小的数目，但仍有众多达官显贵趋之若鹜。后来
他将价格调整为每次5000元新台币，上门请教的人反而越来越多，可见大家对他的预测能力是心悦诚服的。倪海厦批命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。据说有一位生意场上屡受挫折的企业家，经倪海厦指点调整了公司风水布局，不久事业便起死回生，财源滚滚。也有人传言一名仕途不顺的官员按照倪海厦的建议改了名字，结果果真扶摇直上，官运亨通。这些广为流传的趣闻轶事，让倪海厦的神算更添神秘色彩。据传，台湾政坛的蒋家后人也曾向倪海厦请教运势。倪海厦当时直截了当地断言，台湾的未来必然走向统一，而且为期不会太远。听者起初半信半疑，然而此后台湾局势的变化似乎一步步印证了倪海厦的看法。台湾从一党独大的威权时期走向了民主开放的新局面，两岸关系也几经沉浮。倪海厦所说的统一虽然迄今尚未真正实现，却始终悬在历史的天平上，成为挥之不去的话题。倪海厦这一番预言也因此在民间被津津乐道。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倪海厦甚至算到了自己的死期。早在多年以前，倪海厦就从自己的命盘中算出，他将在59岁遭逢一场大劫难。弟子们回忆，在一次课堂上，倪海厦半开玩笑地自嘲自己59岁恐怕躲不过这一关。当时学生们还以为老师说笑，没想到一语成谶，明知人生所剩时日无多，他反而更加争分夺秒的工作和著述。晚年的倪海厦几乎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传道授业和整理学问上。每当遇到疑难病例，他都会在睡前闭目焚香，默默向古代名医张仲景、华佗祈请指点。据说他常在梦中获得启示，甚至梦见神医传授破解病症之法。他因此长期在床头背着纸笔，每当梦醒便飞快记录梦中所得，然后据此为病人拟定方药。为了追求这一近乎神秘的治病途径，倪海厦常年睡眠不足，每夜只休息3-4个小时，如此日复一日的透支，无形中为他的健康埋下了隐患。2010年之后，倪海厦移居台北，开始系统讲授毕生研究的玄学心得，并着手完成自己宏大的著述计划。他先前已经出版了关于中医经方的大部头著作人记系列，分针灸篇、内经篇、神农本草篇、伤寒篇、金匮篇5部分，系统整理了中医经典的精华。而此时他夜以继日地赶写另一部压卷之作《天纪》。在这本被称为奇书的《天纪》中，倪海厦贯通古今，详述了中国数千年天文、地理、易理方面的智慧结晶，其中涵盖八字命理、紫微斗数、风水堪舆、地理脉络、面相和测字等诸多传统术数，为后世保存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。遗憾的是，他原本计划撰写的《地纪》尚未来得及完成，就天妒英才，撒手人寰了。2012年1月29日夜，倪海厦在台北的家中突然昏迷，经紧急送医抢救无效，于2012年1月31日病逝，享年59岁。官方的死因为心肺衰竭，家属声称他在睡梦中安详离世，并未死于癌症。然而外界对于倪海厦的陨落仍有各种揣测。有人说他其实隐居起来完成未尽的地纪著作，并未真正离世；也有人说他积劳成疾，因病去世；还有人迷信地说倪海厦救治了太多命中注定该绝的人，结果无形中背负了沉重的因果业，最终遭到反噬。无论真相如何，倪海厦最终还是在他自己预见的年岁离开了人世。弥留之际，倪海厦还向弟子们强调，虽说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但只要提前洞悉凶星降临的预兆，仍可通过趋吉避凶之法减轻灾难。他嘱咐世人要多行善积德，调整心态和居处风水，以此来改善运势，化解劫难。这些肺腑之言可以看作是倪海厦留给后世的改命秘术。他的《天纪》一书中也融汇了类似的思想，为后人提供了一把探索命运的钥匙。纵观倪海厦传奇的一生，他就像一位穿梭古今的奇人，身上融合了中医大师和术数先师的双重身份。他医术超群，救人无数。
他洞悉天机，指点迷津，在短短50余年里，他谱写了许多看似不可思议却又真实发生的故事。这位中医鬼才、命理大师的陨落，让无数仰慕者扼腕叹息。然而，他留下的医学著作和玄学心得仍将继续发光发热，供后人学习探究。今天，当我们谈论紫微斗数的神秘魅力时，倪海厦的名字依然会被人们提起。他的事迹永远是体味传统文化玄妙与智慧的生动注脚。或许有人要问，命运真的如星盘所示，早已注定吗？亦或正如倪海厦所相信的，人力也能扭转乾坤？这正是紫微斗数等传统玄学令人着迷之处。